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。他强烈地意识到，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，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，既要除旧，又要布新。这需要魄力，需要耐力，需要能力，需要精力，当然也需要体力。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，但他自信，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冲击力。师傅书记，刚才那场雨没有下到你们这儿吗？没有啊。北面远处那片黄色，就是黄原了吧？对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最好给这个地方多下点雨吧。哎，我们那儿呢，一年都见不到雨水啊。我们老百姓在很大程度上还得靠老天爷吃饭呀。今天把你们黄原地委领导班子叫到这儿来，是因为我时间紧，不想跑远路了。把你们叫到这个能看见黄原的地方，给你们下点及时雨。调整和加强这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是最咬手的问题。省委组织部已经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，全省清查跟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儿的工作基本结束。根据清查结果，凡是跟四人帮有牵连的人，都不能进入领导班子。黄原地区领导班子的调整先行一步。黄原地区行署专员组织决定，原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因为跟四人帮有牵连，暂时调任省二刑局任局长。你已经不是黄原地区地委常委，请退出现场会。我今年58岁了，中央把省委书记这么重要的担子交给我来担当。刚上任的时候，我对这儿的困难还是做了充分估计的。可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更为严峻。南北两片山区一直是我最为牵挂的地方，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了。更让人心焦的是啊，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，那儿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，头脑也更僵化。主要领导岗位不能长时间缺人，空缺的行署专员位置要立即补上。是，文化革命耽误了10年，现在每一天、每一小时都十分珍贵。是，我已经和苗凯同志约好了，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下交流。好，我马上向市中副书记汇报人选思路。好，散会。好，啊，不用送了，不用送，你们就站在原地，看一看黄原，看一看那片看不到春天颜色的地方，好好想一想。我们走。我的意见啊，选拔和任用领导干部，一定要勇于解放思想，针对现在干部中的僵化和半僵化状态，大胆启用开拓性的干部。真要大胆的，大胆。乔书记啊，你的这个指示啊，给了我很大的启发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个人比较合适。谁呀？他叫田福军。田福军，这个人物好像很熟悉啊，可一时又想不起来了。他是人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文化大革命前就担任过
行署办公室副主任、主任，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，地委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。文革期间，在元溪县当了10年县革委会副主任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北京的时候啊，人民大学有一位学员写了一篇有关形势的文章寄给我，写得非常好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我还给他回了信。对，就是这个田福军。另外，高老也给我提过这个人啊。不过，提田福军作为地区领导干部人选，太大胆。如何大胆呀？他因为犯错误被挂了起来，没有安排具体的正式工作，也就是说，没工作。还有啊，他原来只是个县级副职，要是提他到地委领导，等于啊连跳了2、3级了。是这样啊。哎，这个田福军，他现在在哪里啊1年前，他从元溪县调到黄原地区，挂名在地区防疫站。哦，防疫站啊。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，他难受的倒不是职务的高低，而是在防疫站的这段时间里，他没有什么事好干。他知道苗凯同志对他不感兴趣，什么时候给他安排工作还很难说。是，高副书记啊，苗书记。哦，凤哥你来了，来，坐啊，好，坐。哎呀，凤哥呀，咱们开煤进山吧。我打算向省委十中副书记建议啊，关于咱们黄原地区行署专员的人选问题。咱们地委的意见是，由你这个现任地委副书记的高凤阁同志接任。我能力不够啊。嗨，凤阁同志啊，你多年和我一起共事，而且2个人又合得来。如果这样安排了，那么黄原地区的工作以后，那我搞起来就很顺手了。只有您信任我，党信任我，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。哎呀，凤阁同志啊，你现在怎么对我也是您起来了？哎，信任你呀，党要放在前面，我在后面。不过，根据省委组织部的考察，你高凤阁同志啊，群众意见比较大，我可能还要报上别的人选。后备人选啊，还有冯世宽和胡正文2个副专员。冯世宽呢，今年年初从中央党校结业回来，刚被提拔为副专员。胡正文呢，虽说任职的时间长一点，但是就工作能力来说，比我高凤阁还是差一点。看来这个问题你早都思考过了啊。咱们黄原地委班子就这么几个人嘛，难道有从县级干部中提拔的可能性？有2个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被提名了，可是他的民主测评得票率都不高啊。最近半月，下面的小道消息满天飞，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毛毛乱乱的，他们的神经处在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，不利于工作的开展，还是尽快的报上去，请省委尽快的批复。那我们现在就去去啊？去哪儿啊？去省委啊，去向石副书记汇报啊。我向他当面推荐你。好，哇，
我去主要就是汇报苗凯书记你，学习石中副书记、乔书记，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，把文化大革命丢失的时间呢找回来。喂，哎，苗书记你好，我是田福军。田福军，苗书记啊，我在下放到卫生防疫站工作期间，我认真的反思了以前我的工作，我也是认识很深的。我觉得，我觉得我工作问题确实很多。我希望组织能够重新考虑给我安排一下工作。我想去，农机站。农机站，为什么？我想抓农业。是这样啊，我和凤阁副书记马上要去到省里，有些话咱们以后再说，好不好？以后再谈，好，就这样，好。难得这个元溪县的田福军能够低三下四，放下他的不可一世来要工作。农机站站长，这是转着弯的表示不满呢。白杨，去省里。不会又是田福军吧？锲而不舍。哎，苗书记，我不当站长，当副站长也行。田福军。喂，您是哪位？哦，好，稍等。苗书记，省委十中副书记。石书记，我是老苗啊。对，我们正想到省委向您汇报工作呢。田福军，对，怎么让我们挂起来了？不，我们正在对他做进一步的考察，以便交地委常委会讨论。要把他暂借到省里。你的意见呢？那您要觉得他工作顺手，那就留在省里头吧。地区实在是不好安排啊。好，让他到省委组织部报到，先做临时清查委员。田福军借调来省委组织部，他来到这里主要的工作是清查本省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，而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，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了。从那个时候以来，他一直像闲人似的待在省委第2招待所。老杜啊，你跟句子一块来看我非常高兴啊。田顺，我不是来看你的。不管你是不是来看我的，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。田叔叔，我把爸爸送到了，他有事想请你帮忙，我不方便在，我就先回元溪去了。哦，好，你路上小心啊。哎呀，哎呦，你看我这里连一个多余的杯子都没有。这你要不嫌弃的话，就用我的杯子喝水。不用，田主任。是这样的，我在文革前就入党了，在文革期间清查档案的时候，没有找见我的档案登记表，也不知道是哪个中间环节出了问题，于是我就补了一份档案登记表。这是在地区清查的时候，有人举报说我是在文革期间突击入的党。清查小组进行调查的时候，也没有人能够证明我是在文革前入的党。那你的入党申请介绍人呢？我的介绍人已经过世了。人家高峰哥副书记指示清查小组给我一个处理意见，
说不予承认我的党籍。不予承认你的党籍？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结束，不能恢复我的工作。可是田主任，我不能没有工作。党章上处理也没有这条规定吗？这在党的组织史上，不知是不是一个创举。田主任，你现在在省委组织部工作，地委高峰哥书记我已经订了头了，他说啥？苗凯书记亲自订的统一清查处理意见。这是我的申诉报告，我给你2份，一份给你的领导，一份你自己留着。我这个省委清查组织部工作啊，其实也是个临时的，但是我还是会把组织上安排我这份工作做好，这样也好，丢不了。这，我想给高书记打个电话。你不能给他打电话。咋了？现在地区机关都传遍了，说高峰哥马上就要当黄原地区的新宿专员。这事儿就是他定的。那就对了嘛。所以我要给他打个电话嘛。你不能和他直接发生冲突。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来讲，应该是先通过地委清查领导小组向省委清查领导小组反映。可是他们压着不报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我来找你，想通过你把我的情况向省委清查领导小组反映一下，让省委清查领导小组来处理这个事情。没问题嘛。我得先调查核实，才能向省委领导反映嘛。你别着急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喂，高副书记啊，你好，我是田福军。副局你好。啊，我想，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正贤同志的事情啊，能不能复查一下，给他一个正式的结论？杜正贤的事你管不了吧？高副书记，我是省委清查小组的成员。可你不是清查小组的正式成员呢，无权过问这件事儿。高副书记，好了好了，我这还有事忙着呢啊。就是等你等的，哎，现在只能抱一个侥幸心理了。万一你二爸觉得现在处境不妙，没答应帮忙呢，是吧？云云，哎云，你们2个怎么来了啊？杜叔叔，你的事儿给我二爸说了。说了。二爸，你答应了？答应了。白云，老杜，是这啊，你看老田现在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，黄云没他的位置了，省委也没给他安排下来，你现在找他帮忙，你不是给他添乱吗？他不是省委工作吗？戒掉，这1年多都没安排下岗位来。哎呀，这看来我真的给老田添乱了。可是老田已经给高副书记打了电话了，肯定是碰了一鼻子灰。不行，这样就赶紧想个办法补救。田主任，我再求你帮个忙。帮啥忙？你不要再管我的事了，我不能再给你添乱了。你先把你的事情办好，我的事呢，回头再说。你们2个先进去啊，箱子搁这，一会儿我拿。咋了？啊？这是我老婆在这叨叨啥了？啊？是。哎，哪有你这样求人办事情的？等高副哥当了新宿专员以后，地委副书记肯定要换人的，到时候我再向新的副书记申诉，解决你的问题。我就来不及了，省委的清查工作马上结束，
档案已封存，你上谁身做啊？我是我的事，反正我不能让你为难。如果我叫你帮我的忙，我毁了你官升一级的路，我对不起你。哎呀，你咋想这么多？这事正好是我管，我没事。你把身份报给我，我不给。给我吧。我说了，我不给。总之，你这是不能帮我的忙。你要是不给我的话，我回去给高文革承认，就说我在文革期间突击入的党，叫他开除我党籍。到我时你想帮都来不及。给我。行，申诉报告我可以还给你，但是我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。给，还有一份。这个事情你要再跟我老婆徐爱云胡说，咱俩以后就不认识，你不要求我。这个申诉报告我已经还给老杜了。干啥呀你？还不高兴啊？你为啥不愿意留在省城呢？咱儿子就寄养在我妈这儿，你这样工作家庭都能照顾到，多好啊！哎呀，我的理想啊，就是让黄原的百姓碗里的黑面膜变成白面膜。这个理想到现在还没实现。但是现在三中全会召开以后，我觉得这个理想快实现了。那高副书记当专员，他能让你放手干吗？高副书记是一个有抱负的人，我回黄原去农机站推广科学种田，我跟他的想法是一样的。你呀，你就是不到南墙你不回头。撞了南墙我也不死心。行，你撞，一根筋，我跟你说不通我。不是说的好好的吗？以柔克刚。二爸，我们去打点水啊。行，咱们先不说这些不高兴的事儿。这些都是你的换洗衣服，夏天马上就要到了，你总不能穿着冬天的衣服过夏天吧？自己又不回来取，只有我给你送来了。哎呀，啊，这是你种的花，花都开了，我拿过来让你看一看。我不是故意要批评你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。看花开得多好啊！我记得这个柳桃香，这就是你当年的嫁妆啊！你就是提着这个柳桃香进的我们家家门。哎呦，你把我手都夹断了你！你要是回黄原，我就提着它回娘家。咱们都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吃饭了？人家润叶调到黄原团委工作，你都没帮上忙，外人的事儿你倒挺上心的。二妈，这个团和党的称谓啊是有区别的。黄原地区党委可以叫黄原地委，黄原地区团委就叫团黄原地委。哎，我说顺口了。哎，润叶，你跟二爸说说，你是怎么调到团黄原地委的？杜丽丽的男朋友叫武慧良，他刚好在团地委，他们那儿缺人手，就帮我办，一下子就办成了。武慧良他爸叫啥？他爸是人事局的局长，叫武德全。对着呢。你行啊，啊，你现在都学会走后门了。你看你这个事情，二爸没给你办成，你自己办成了。二爸，我这哪是走后门呀？那我本来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，到团地委少儿部工作，从学历上还是能力上，都非常适合我嘛，是吧，二妈？就是嘛。哎，咱女儿怎么样了？这学校上学情况好吗？哟，还知道想你女儿啊？我自己的女儿，我怎么能不想呢？她的学习你不管，生活你不管，光想有什么用啊？
二妈啊，人小霞挺好的，不用你们操心啊。润叶，你说你咋就不能跟向前好好过日子呢？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。一会儿吃完饭，我让招待所长在旁边再开间房，晚上润叶就住在这儿啊。啊，不用了，我一会儿要到团省委那边办事儿，我就住那边吧。也行，这儿离黄原省委有点远，不方便。啊。吃完饭你就先睡吧啊，我要去办公室写个报告。你又要加班？写个报告。不许去啊！你肯定又是帮那个杜正贤的忙，写成阅件啊，呈给领导看啊。哎呀，不私底。啥不私底？我还不了解你。这下面要有什么人找你帮忙，你比那领导交给你的任务你上心多了。我说了，不许去。吃完晚饭，和我一块儿去石书记家。去石书记家？啊。一次也不到我家来，你嫂子有意见了。我娘家就住在省城，儿子就在我妈这儿，她一次都没去看过。为什么？不得志，气短呗，什么人都不愿意见。哎呀，你说这个干嘛呀？石书记，这次要不是你让他到组织部来帮忙，他在黄原地区基本上就无事可干。你说他这样，他愿意见谁呀？回头别人再问东问西的，他说啥呀？他就是脸皮薄。今天我是硬逼着他来看你和嫂子的，我要让他来看你啊，他也不肯呢，说是怕人家说他拍马屁。讲台上能做报告，舞台上能排节目，你说他脸皮薄？那是硬撑的。他要是脸皮厚啊，他早就找您开口了，要回黄原。虽然说回黄原不是什么好事儿吧，就这他也不好跟领导开口的。你不给我说，我就不知道了啊！你给人讲你要回黄原，当地区农机站站长。哟，那是他开玩笑瞎说的啊！我说的是真的。工作的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呀你？石书记，我不是不想他回黄原，你说他一个被挂起来的干部，他回去能干什么呀？哎，您干脆就把他留在省城算了。好啊，那就把他留到省组织部。省组织部对他呀，可是评价很高啊。呀，那太好了。哎，云，你看，我一说留省城，他就跟我急，你急什么急嘛？他心里啊，就只有袁西县。我对袁西县有感情，我在那工作了10年，袁西县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吃黑面膜。夫君，你个人有什么困难，对我说。有，我这儿有一份杜正贤同志的调查报告，这个事情本来应该请示省委组织部，我给部长打电话，部长说他不在省城。我又给高专员打电话，高专员说他很忙，我只能给部长打电话请示。他说让我把他先呈给你。怪不得跟我来石书记这儿，还是给杜正贤办事儿。不予承认党籍，啊，还有这种处理方式？是。这个问题，我在各地区做了调查。我发现，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。报告里我也写了，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。我觉得省委应该引起重视，给这些同志一个正确的处理意见。这件事儿啊，非常重要，我叫组织部尽快解决。好，那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。我现在正好闲着没事儿。胡军同志，全省清查给四人帮有牵连人和事的工作已接近尾声。省委和各个地区都在忙着搞总结，这件事儿将会影响整个清查工作的进程。由你办，你将成为矛盾的焦点。
谁办都会成为焦点啊。现在是调整地区级领导干部的敏感时期，有些话呀，我不好对你讲。这件事儿至少得有一个组织部副部长牵头。你现在啊，连组织部的正式编制干部都不是，你办不了。可我现在没事干。行了，你现在要干点事儿，就是不要没事找事儿，好好待着，利用这难得的空闲时间，多读书。小杜啊，田主任，你咋到这儿来了？啊？我不敢去早点时候找你，害怕爱用嫂子知道，所以我一大早就在这儿等你。咋了？还是为你我申诉报告的事情？我就是让你把剩下那份我的申诉报告还给我。老杜啊，你的申诉报告我已经呈给省委副书记石中组了。哦，石副书记，我知道，他在黄原当沟会副主任的时候去过原西。我去找他把报告要回来。哎，省委副书记你也敢找？你胆子不小。我是党员，他是党员，我有啥不敢找的？为了我可能不敢；为了你，我敢。副局，哟，你还没走啊？好，石书记，这就是杜正贤同志，这是省委副书记石忠同志。石副书记，我是杜正贤。田主任呈给你那份报告，里面说的那个人就是我。我来就是想请你把那个报告还给我。这个报告啊，能澄清你的问题啊？我就是来拿回这份报告的。我宁愿害死我自己，我也不能连累田主任。你说，你顾虑太重啊，害不死你，也连累不了田国军。你放心。这样吧，走，去我办公室，我给你10分钟时间，你可以当面向我申诉。晚上啊，我还要去走访老干部。这事儿你还亲自去啊？党内无小事啊！你碰着了你都要管，我碰着了为什么不能管？走吧。谢谢，你不操心啊，石书记。啊！老田，怎么，你也来锻炼？省委办公厅来电话了，让你8点半去乔书记办公室。你做梦吧？省委书记怎么会这样管呢？我做啥梦？我一个医生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做梦，什么时候醒着。不过我昨天晚上确实做梦了，梦见乔书记接见你。今天早上啊，被电话吵醒了，说的就是这事儿。怎么样？我的梦灵吧？你是相信科学呢，还是相信迷信啊？谁跟你开玩笑？哎，走，赶紧回去换身好衣服，准备准备，咱要给他留个好印象。我不换，我也没什么好衣服，我穿这身衣服挺好，自然。你说省委书记亲自找你谈话，说不定让你当黄原行署专员。乔书记，乔书记，我把田国军给你带来了。哦，乔书记您好。啊，您好，福晋同志啊，你好啊。好，乔书记对每一个第一次进他办公室的同志都这么热情，担心人感到拘谨。来，好，来，坐这儿。您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哎呀，福晋同志，请喝水。好，你的报告啊，乔书记已经转发到省委组织部，并指示把整个清查工作推迟1个月结束，回头再梳理一遍。
乔书记，我觉得杜正贤同志不予承认党籍的问题啊，组织上的确应该重新复查一下，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。吴局啊，你帮了杜正贤的忙，你老婆要跟闹离婚，你咋办呢？不会的，他只是说说而已。我听老师讲，省委组织部留你，你都不愿意，非要回黄原去，到农机站去当个站长。是。你为了杜正贤的事儿，越过了黄原地委，把情况报告给省里。他一个电话把副书记高峰阁给得罪了，又一个报告把书记苗凯也给得罪了。哦，你得罪了他们2位，你还敢回黄原去啊？他们2个都是党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，我觉得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跟我计较吧。好，能有这样的胸怀很好啊。哎，不过我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回黄原去当那个农机站长呢？黄原地区是解放40年的老革命根据地，建国快30年了，人民公社化也快20年了。但是黄原地区的百姓不但没有富起来，反而更加贫穷。我的心里啊，非常焦急。你当这个农机站站长，就能让他们摆脱贫困吗？当然，不能只靠农业技术。农业技术、科学种田，这只是其中的一步。要摆脱黄原地区的贫困问题，首先要解决人、天、地的问题。要解决人的问题，这是第一步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首先要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僵化问题解决。在解决这个问题上，不能简单的是治病疗伤的方式，要在这个问题上划开一道口子，放血，把污血放掉，再换血。哦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换脑筋嘛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解决天的问题。黄原地区仍然处在靠天吃饭的原始农耕状态，我们不能天天只盼着风调雨顺。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，首先是要兴修水利。过去学大寨的时候，各个公社修了一些，那都是各自为政，不成系统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花大力气、花大钱，重新规划，形成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。第3呢？第3个问题啊，我在下面调查的时候，很多村民跟我讲，这块地要是交给我种的话，产量肯定比现在翻一番。那我就在想，为啥呢？为啥集体种和个人种差别这么大？那就是大锅饭的问题。大锅饭让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，没有劳动积极性，束缚住了他们的智慧。所以啊，我看我们应该大力的推广联产到足、生产责任制，甚至有些地方可以包产到户。安徽的小岗村已经开始了，贵州、四川、广东都已经悄悄地开始了。乔书记，咱为啥不能试一试？哎，可是我听说你婆姨都不同意你回黄原去啊？家里事他管不了，国家事他管不了，这些事你要说一声，他还能不听？哎，我这个书记说这个话算是啥嘛？啊？哎，你老婆还得听你的啊！他的项目等我回去说。啊，好，我同意你离开省委，回黄原去工作。不过那个农机站站长嘛，就等着组织部门的任命吧。好。连乔书记都批准你回去了，现在谁还有什么办法？我不是不让你回黄原，我就是怕你回去，他们再欺负你。别想太多，人家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。
我回去是干实际工作，离他们远着呢。当个农机站站长，还有啥前途？我的理想啊，就是要让黄原的百姓啊，从黑面膜吃成白面膜，这就是我的前途。这个理想到现在还没实现呢。你说，这前途不远大？啊？远大是远大，我就怕你够不着。只要一点点接近，那就好。那你答应我，回去以后安分一点，离他们远点，行吗？行，我答应你。别闹了。我说啊，你在医院工作啊，也不能缺岗时间太长了。明天润叶要是办完事情，你们就先回去，我还得留在这儿，把剩下的事情交代一下。用不了多久，咱不就在黄原团圆了吗？啊！下。